你有今日的修为，是潜心苦修得来的，天赋惊人，但学问不行。真正的读书人就是读书、存神、养气，明悟天地大道理，而非术法小道。虽然不修道法，但却和修士一样，通晓天地至理。真正做学问的人，不鸣则已，一鸣惊人。10年寒窗，一朝悟道。上古圣贤从不修道，只是读书做学问。朝闻道，夕有所悟，朝结金丹，暮渡雷劫，一个日夜成就元婴。你是个才华横溢的修士，但不是个做学问的读书人。跟你较量法术，我有兴趣；较量学问，却是没有。哦，不知阁下做到了哪个地步？焦道兄在去年参加我大秦科考前，没有一点练气修为，但在秋闱结束之后，文运财气冲天，一朝之间达到了金丹后期。吾辈鲁钝，跟上古圣贤是没法比的。原来是上古儒门一道的传人，本座还以为这支道统已经断绝了呢。这可真是文人相轻啊！玄门之主慧眼如炬，晚辈正是儒门传人。上古儒门，古有大儒3岁开始启蒙读书，平日里没接触过道法，自身也没有任何法力，只有一门心思专心钻研学问。此老寿享百龄，在他103岁时，忽然心有所感，100年文华彩气融于一炉，直接连破12重楼，开辟气海。紧接着筑起灵台，凝立丹顶。到了当天深夜，此老直接引动雷劫降临，就此结成元婴。他留下的道统便是上古儒门，这可是修炼难度颇高的法门。不管是从修真者的角度来看，还是从读书人的角度来看，这小子都是个天才。这位焦道兄，似乎不仅以自己为文人正统，更将你上古儒门的道法作为整个修道界的正统了。不按你上古儒门的路子走，便做不得学问，这便是你的道理。你是大秦皇朝去岁的状元郎，我现在一介白丁，我要跟你琢磨交流学问，你就算答应了，心里只怕也不痛快。不过不要紧，我今年就会返回天京城，参加大周皇朝的科举。等我考完了试，我们再好好切磋一下学问，到时候可以看看你我究竟谁的学问道理更明白。哦，那很好啊。学问可以以后再比，这次的法会上，咱们先较量一下道法神通吧。抽签抽不到一起不要紧，只要你愿意，咱俩可以私下切磋一下。文圣人有言，3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我们做学问的，知道的越多，不知的就越多。读书人养成唯我独尊的脾性，比毒夫更要不得。我突然希望能跟朱道兄抽到同一组了。与此人一番唇枪舌剑的交锋，倒是让你心境更加通明了。现在你已经站在突破的边缘，距离金丹中期知者通天的境界只差一层膜的距离。师父明鉴。下一轮4强赛比试，玄门天宗岳红颜对战大秦皇朝石少乾，天池宗刀玉婷对战玄门天宗汪林。完了，少乾抽中的不是汪林。怎么了？难道那汪林最弱？不，仅仅因为他是男子。我那堂弟什么都好，就是碰见女子，年轻貌美的女子会。且慢。红颜姑娘，我正式向你提亲，希望可以迎娶你为妻。出了藏龙湖之后，我便去向玄门之主求亲。哎，怎么感觉天空中好像有乌鸦飞过？这可真是够有个性的，不过也算是爽直之人。如果此刻站在他对面的女子是刀玉婷，他也会是相同的举动。我这孙儿人有些单纯质朴，法乎自然，还望林宗主见谅。虽然他有些莽撞孟浪，但心是一片赤诚。老夫便正式为少乾向林宗主提亲，求娶您门下弟子，还请林宗主认真考虑。当我没听见石星云说的话吗？不对，这老头是想联姻大秦皇朝和玄门天宗。哼，这我可不能随便答应。这
要看红颜自己的意思。怎么？难道你刚才那些废话，不是故意迷惑扰乱我注意力的战术？当然不是战术。那个啥，本座这徒弟，人挺单纯质朴的，法乎自然，不拘俗礼。冒犯之处，还请安良王多多包涵。好说好说。我倒宁愿少前此刻面对的是那个刀玉婷，那冷女子最多就是直截了当的拒绝了少前。但现在碰上这个不解风情的月红颜，少前只怕会错意，弄出更丢人的事情来。既然不是战术，那么多废话做什么？我懂了，你这种性格的女子，想要赢得你的芳心，必须是能胜过你的人。那么，我就来做这个人。这是大秦皇朝秘传阵法，赤龙地书和黄龙地书。史上第一祖师爷第2季，每周5、周日10点更新1集，看玄门天宗如何成为史上第1大宗门。